龙骑大战终于落幕，奇遇成为了龙卷新的人生导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一拳超人重置版》第227话。上回说到，龙卷和奇遇的大战仍在继续。为了让龙卷消消气，奇遇硬是没还手，被杰恩在街道上摩擦，途中被倒霉的索尼克发现，奉上了踩狗屎名场面。一路回到英雄协会总部后，还意外被 King 窥见了难以启齿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这场奇葩的争斗究竟会怎样收尾呢？龙卷和奇遇的争斗再次回到了英雄协会总部的附近，协会监控室立马被查探到，那股超高能量反应又一次出现，甚至令能量测量器都故障了。病房里，艾尔和强硬这两病友还以为又地震了呢。强硬不耐烦地表示，外面在搞什么东西，要是有怪人在捣乱的话，就由我去干掉他。可刚拉开窗帘，一道流光径直砸在了他头顶上，仔细一看，这不正是他的新邻居奇遇吗？你在干嘛呀？哎，是你啊，伤好点了吗？你那情况可得好好静养啊。强硬是被这一幕震惊到说不出话来，没等他反应，奇遇便轰的一声飞回了郊外。亲眼见着奇遇便是造成这地震的源头，强硬终于是醒悟了，复仇什么的暂时就别想了。两人的战斗场面是越来越恐怖，刚从地底下爬上来的吹雪组正好瞅见了这一幕，是吓得合不拢嘴。这般场面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龙卷的手笔。刚重振了旗鼓的众人心底是拔凉拔凉的，要是选择继续跟随吹雪大人，就要面对这样的怪物。人群里一子弹头正要拨通英雄协会的电话，让他们赶紧来处理这事儿。就在此刻，身后传来动静，一道流光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正是龙卷。但此刻的龙卷状况似乎并不好，满脸汗水，青筋暴露，显然已经快体力不支了。他自个儿当然也明白，有点玩过头了，没有掌握好输出的限度。明明只是想测试一下这个家伙，结果却令自身陷入了这般状况。没错，对于龙卷来说，除了关乎性命的战斗外，就没有人能让他使出全力。但和奇遇的战斗却让他毫无顾忌，玩得很开心。本以为能让他有这般感受的只有爆破，还真是个奇怪的光头。说着，龙卷被手一扬，必须尽快结束战斗了。奇遇一片，刚结束了风暴，又感受到了剧烈的地震，周围的地表都开始瓦解升腾。下一刻，竟如同滔天海啸般向奇遇席卷而来，瞬间便将奇遇淹没其中。如此阵仗也令龙卷大口喘着气儿，这下应该结束了吧？可谁料，刚平静下来的碎石堆传来了动静，奇遇理所当然的再次毫发无损。龙卷瞬间被涨红了脸，显然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掌控。接着就连悬空的劲儿没了，落到了地上。奇遇好心劝解道：“你看看你，连站都站不稳了，还是给自己留点力气说话吧。”回应他的是龙卷的傲娇劲儿，吵死了，我才不用你担心。然而这么近距离的念动力确实能让奇遇悬空半米，搞得奇遇还一脸享受，这浮起来的感觉可真是奇妙。气得龙卷是咬牙卯足了劲儿，但仍是觉得这兔子重的不行，明明他已经使出了能将人打飞到太空的力量了。突然间的头疼也预示着他超能力的过度使用，但龙卷强忍着这般疼痛也不撒手。别这么着急嘛，我又不是什么敌人。嗨，我刚才就说过，你太小看人际关系了。现在阻止你乱来的，仅仅只是吹雪一个认识的人的力量哦。奇遇话音一落，龙卷再也支撑不住，两眼泛白，便跪倒在地上。意识模糊的那一刻，在龙卷脑海里回想起了爆破曾说过的话：情况危急的时刻，不要想着会有人来救你，好好保护家人吧。在那一刻的龙卷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力量，也做出了决定，去将妹妹吹雪给接回来。宛如救世主般出现在吹雪身前的他，立马就被阅读的人给发现了。然而即便是幼年的龙卷，也轻松解决掉了4个面具男，伸出带雪的手让妹妹跟他走。可意料之外的是，这血腥场面似乎吓坏了吹雪，竟然不自觉地用念动力将他推开了。没错，这便是吹雪能力觉醒的由来。也正因为是他将吹雪带入这残酷的命运中，所以他有责任不依靠任何人的力量保护吹雪。这一路走来，他都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迷糊中，龙卷睁开了眼，是爆破正在光里，宛如耀眼的太阳般照亮他前行的路。眼看着爆破迈步向前走去，龙卷扯着嗓子喊叫道：“等等我爆破，别丢下我！”给了龙卷自由的人，曾经只有爆破。他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再次见到他，应该会表扬变强了的他，也会教给他更多的生活方式。他冲爆破喊叫道：“爆破，我努力过了哦，但还是行不通。虽然不喜欢被大家害怕，但不这么做又会回到从前那样。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啊？”爆破。身前的爆破似有听到他的话，转过头来。然而一股刺眼的光亮令他睁不开眼，
等视线清晰后才发现，那哪里是爆破，根本就是个秃子。那刺眼的光亮正是他头上反射下来的太阳光。刚有点感觉的一顿矫情，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齐豫蹲下身子说道：“哦，你没事吧？”龙女叹了口气，没有回应。这下满意了，本想是在没人的地方让你胡闹胡跳就算了，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阻止你啊。我不清楚超能力是怎么训练的，但确实是个不错的锻炼方式。你还真是了不起啊！听了齐豫的话，龙女哼哼道：“被你夸奖还真是高兴不起来啊！还能说这些惹人嫌的话，应该是没事了。那让我说完我想说的话，我就回去了。不管你是超能力者还是什么的，你想怎么生活都行。不过想要发泄的时候，不要去破坏别人的东西。只要好好遵循这一点，你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啊！”感受到齐豫温柔的手放在他头上，在这一刻，他似乎真的看到了爆破的身影，像那个时候一样，教会着他新的生活方式。说完话，齐豫便摆摆手，准备回家去了。龙女正要叫住他，突然间，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了前方，正是吹雪。吹雪低着头冲龙女说道：“姐姐，吹雪族我已经解散了。你说的没错，我的认知太幼稚了，今后我也要像姐姐一样一个人战斗。”见妹妹终于想通了，龙女笑着表示：“挺不错的嘛，吹雪。不过你的朋友们好像还没明白哦。”吹雪回头一看，曾经的老部下们全都追了过来。没等吹雪开口，就见手下们露出了惊恐的神情。再看龙泉，一副要吃人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控制不住颤抖的身子。睫毛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如何都一定要把话说出来。为了吹雪族的今后，他带头喊叫道：“拜托你了，请让我们继续扶持吹雪大人吧，我们一定会变强给你看的。”如此坚定的决心让吹雪于心不忍。然而见龙泉仍是不留情面地举起手势，吹雪突然挡在了姐姐身前，痛下决心地举起了手，接着一烧地狱蓝将部下们全部掀飞，嘴里喊叫着：“姐姐，让我来吧！你们这群小子竟然敢和战力的龙卷作对，连我这点力量都扛不住，就别痴心妄想了，都给我起来啊！”被吹雪激起斗志的众人含着泪冲进了吹雪，即便是知道不可能敌得过，但仍是义无反顾地想证明自己。这一幕看在一旁的龙卷眼里，此前的怒意似乎在渐渐消退，而这一变化都看在齐豫眼里。他提议道：“哎，倒不如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哈，这又不是你该插手的问题。在我还没有开始锻炼前，连狼级怪人都打不过呢。他们现在是很弱，但可没有人能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听了齐豫的话，龙卷竟然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接着一把将吹雪拎了过来，说道：“够了，吹雪，该走了。明明只是来解决赛克斯的问题，在多余的事情上花了太多时间了。你们这群家伙，今天看在这光头的份上，就饶了你们，别碰我的头。但要是吹雪再出什么岔子，我绝不会饶了你们，都给我记好了。”被龙卷的气势吓到的众人立马就反应过来，表示记住了。接着龙卷回头冲齐豫说道：“你也是，测试还没结束呢，等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再给你来个突击测试，可要心怀感激哦。”那别再来了嘛。见齐豫和姐姐竟然能聊起来，吹雪心里是大为震撼，姐姐竟然会听取齐豫的意见。身后的小弟们也大为震撼，那个和龙卷攀谈的光头究竟是何等神圣？行了，再见了，可别再胡闹了哦。龙卷笑皮地冲齐豫吐了吐舌头。就这样，这场稀里糊涂的龙级大战终于是落幕了。就在此刻，那死弹头小弟对吹雪说了什么，引起了吹雪的惊呼。那究竟是说了什么呢？得等到下个月去了。好了，那么到这里就是一拳超人重置版第227话的全部内容了。这一话，村里老师着重描写了龙卷的内心世界，也借此揭露了吹雪是怎样举起超能力的。其中最令我惊喜的，便是添加了龙卷对齐豫的看法。村里老师似乎有意把齐豫营造成世纪爆破后第二个打破龙卷内心的人。从龙卷能听取齐豫的意见，便能看出龙卷已经下意识在认真思考齐豫的话。或许今后他的生活方式将被齐豫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说不定呢。说完龙卷，再说回最后一幕，小弟们提起吹雪的话，让他发出了惊呼声。若是按照原作剧情，这里应该是告诉了吹雪，因为他们的打斗让地下收容所里的怪物跑出来了，得去见赛克斯才行。原作这里是一笔带过，村里老师会怎么安排就不清楚了。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一拳原作版的解说。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